如果有陌生人突然让你帮他拍照，那你一定要小心，因为你的一番善心有可能让自己成为凶手。面对女孩的苦苦哀求，女人虽然有些犹豫，但还是在对方的指引下按下了手机的快门键。可她没有注意到，女孩的脸上却露出了诡异的神情。随着一阵刺眼的白光闪烁，时间仿佛突然陷入了停滞。而当女人回过神来，面前的女孩竟毫无征兆地消失了。小丽吓坏了，她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拍照会让一个大活人凭空消失。心怀忐忑的她连忙找到了自己的男友老王，并向他出示了刚刚拍下的照片。可老王却认为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无奈之下，小丽只能进行现场演示。她对准墙上的画作再次按下了拍照键，可这次好像并没有发生什么异常。无论她拍下多少张照片，画作依旧好端端地挂在墙上。难道这部手机只对活物有效？老王有点受不了她的无理取闹，直接一把拿过了手机。他不顾小丽的劝阻，然后将手机对准了街道上躺着的流浪汉。白光闪过之后，流浪汉果然消失不见了。这下老王彻底傻眼了。此时的他们终于意识到，这竟是一部能将活人永久删除的魔幻手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被拍下的人到底去了什么地方？他们是否还能回到现实世界呢？小丽对此显然也一问三不知。就在两人犹豫要不要报警时，老王却突然想到了一个实际问题，那就是自己的妻子小恩好像对他们的关系已经有所察觉了。原来老王本身是一名小有名气的作家，凭着一本11万个为什么深受粉丝的喜爱，他和结发之妻小恩的感情也一直为人所称道。可随着事业和名利双丰收，老王却渐渐对家里的黄脸婆失去了兴趣，转而和自己的粉丝小丽纠缠在了一起。两人不仅一同前往海岛度假，甚至常常在家里私会。就在不久前，小恩洗澡时突然被什么东西刺伤了脚掌，她捡起来一看，发现是一枚价格不菲的耳钉，而自己根本就没有打过耳洞。唯一的解释是家里肯定出现过其他的女人，她没有声张，只是告诉丈夫自己会出差3天。果然在她离开后不久，老王和小丽就明目张胆地在家里温存。这一幕被他安放在书橱里的摄像头完整地记录下来。他平静地找到老王，质问他为什么要背叛两人的感情。而面对这山一般的铁证，老王索性也不装了，直接摊牌要和小恩离婚。面对心意已决的丈夫，小恩只好威胁说，如果你不回心转意，那么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这无疑刺激到了老王敏感的神经，他对小恩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杀心。在小恩熟睡后，老王悄悄拿出了那部能让人消失的手机，可刚准备拍照，小恩却突然醒了过来。很明显，小恩还以为丈夫想通了，然而她却殊不知自己刚与死神擦身而过。内心慌乱的老王也只好作势躺在了小恩的旁边，任由对方诉说着两人热恋时的甜蜜时光。可无论小恩怎么挽留，老王最后却只是说彼此应该好聚好散。失望的小恩只好转过身去，可这一举动却无疑给了老王机会。他翻身下床，将手机再次对准了毫不知情的小恩。随着老王扣动快门开关，下一秒小恩就随着光线被消失了。看着妻子从自己的面前彻底消失，他终于长出了一口气，随后便给小三小丽发去了短信。两人之间最大的阻碍终于被清除了，小丽也感到十分欣慰，自己爱的男人果然没有让她失望。而且就在刚刚，她发现自己已经怀上了老王的孩子，正感到有些慌乱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，她连忙掰断了验孕棒，将其丢进马桶冲了下去。打开门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丈夫。小丽只好谎称自己拉肚子，所以才用了这么久才开门。好在丈夫并没有怀疑，她走进洗手间想要方便一下，可心中有鬼的小丽却始终放不下心。正要借口先行离开时，突然听到丈夫说马桶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小丽瞬间慌了，正准备上前查看，没想到丈夫却又走了出来。她只好装作毫不在意地问马桶到底怎么了。丈夫只是深深看了她一眼，接着就表示一会儿我找人来修。小丽还以为自己的秘密已经暴露，她连忙走进卫生间，却发现马桶并没有什么异常，按下冲水键后也根本没有发生堵塞。小丽心里顿时泛起了不祥的预感，她知道丈夫已经开始怀疑并试探她了，于是她连忙找到了情夫老王。两人商量后决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既然老王能让自己的妻子永远消失，那么他同样也愿意亲手干掉自己的丈夫。回到家中后，小丽开始鬼鬼祟祟地寻找着丈夫的身影，来到厨房才发现对方正站在窗前等着她。也许这是最好的机会了，小丽颤抖着拿出了那部手机，将镜头悄悄对准了眼前这个曾经爱过的男人。正准备按下快门键时，细心的丈夫原来专门为她安排了生日派对。看着房间里突然涌出的这么多人，瞬间的慌乱之后，她也不由感到有些庆幸，如果自己刚刚真的动手了，那肯定也被这些人看得清清楚楚了。心情复杂的小丽只好勉强挤出微笑，向丈夫和好友们的祝福表示感谢。在随后的宴会上，丈夫表现得仿佛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而此时的小丽却如坐针毡。不久之后，她突然感到胃里一阵翻涌，于是马上借口来到了洗手间。就在她吐完出来时，却发现丈夫的妹妹小花正在门口等着她。而在与她的交谈中，小丽发现了一个让她恐惧的事实，那就是身边的人其实早就知道她在外面乱搞了。这让小丽的心瞬间跌入谷底。原来自己的丈夫一直在逢场作戏，在送走所有客人后，丈夫果然把她叫到了一边，问她为什么要背叛两人的婚姻。眼看自己的丑事已经瞒不住了，小丽只好一边坦白一边悄悄打开了装有那部手机的皮包。可让她没想到的是，
丈夫在短暂的情绪激动之后，竟然表示会原谅她，只要小丽能够诚心诚意的回归家庭，那她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只可惜小丽此时已经怀上了老王的孩子，她已经打定主意要和丈夫阿图划清界限，而随着双方彻底摊牌，事情已经没有了挽回的余地。第二天一早，老王便给小丽打去了电话，可对方的手机根本无法接通。就在他感到有些焦急之时，却从电视里的新闻节目中得知了一个让他目瞪口呆的消息：小丽居然突然失踪了。原来当她准备借此除掉碍事的丈夫时，却没想到首先消失的却是她自己。警方很快就发现了小丽驾驶的汽车，可现场却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，所有的贵重物品也都原封未动，一个大活人就这样离奇失踪了。老王意识到小丽肯定是遭了毒手，而最大的嫌疑人一定是她的丈夫阿图，于是他假装成一名记者，独自来到阿图的农场进行调查。好在对方似乎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反而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。也就在两人的对话中，老王得知阿图已经掌握了小丽出轨的证据，这让他感到万分紧张。虽然强装镇定，但眼睛却时刻注意着阿图放在裤兜里的那只手。果不其然，阿图很快就发现了老王的表情不对劲。就在他掏出手机的一刹那，老王连忙一个飞身将其扑倒在地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对方拿出的仅仅只是一部普通的手机，这怎么和剧本里写好的不一样？就在老王愣神之际，阿图瞅准机会直接将其按倒，连续几记势大力沉的直拳之后，接着便来了个强人所难。眼看老王就要被彻底制服，他抽出草垛上的小弯刀就划了过去。果然功夫再好也怕菜刀，老王就这样取得了上风。我不认命了，你條嘢呢？唔會啊你，攞過嚟嗰條嚟，你咬你呢邊嚟？咋回事？难道阿图对手机的事根本不知情？那么又是谁将那部手机拿走了呢？心慌意乱的老王只好灰头土脸地离开了农场。而另一边，警方已经对连续发生的失踪案展开了调查。他们先来到了阿图的农场，一番搜索之后，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。小丽失踪时，阿图也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，于是警方只好把视线转向了老王。他的妻子和情人接连消失，傻瓜都不会相信和他没有关系。可老王却一口咬定自己对此毫不知情，直到警长老黄拿出了监控录像，上面清晰显示小恩率先回到了家中，而老王则紧随其后。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哪怕老王带着情人小丽进出家门，小恩却始终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对于这些，你又作何解释？老王则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并坚称是走廊的摄像头坏了，甚至万分委屈地用力拍了一下桌子。巨大的响声震得老黄掏出了耳朵里的助听器，原来他的耳朵在一次抓捕罪犯的行动中失聪了，而以目前的证据来看，也根本没办法让老王直接认罪。老黄也只能随口问了几个其他的问题，接着就无奈地看着老王离开了警局。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，本剧的第二次大反转出现了。因为让小丽消失的真正罪魁祸首，竟然可能是这个外表看似人畜无害的女孩小花。而她对小丽狠下杀手的原因，则是认为对方背叛了自己的感情。原来从小丽嫁到她家开始，小花就对这个嫂子的美貌产生了迷恋，而在长期的相处过程中，两人也经常把自己的心事告诉对方，从彼此那里寻求安慰。可当有一天，她鼓起勇气向嫂子表达自己的爱意时，对方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，这让她感到极为不解和失望。原来小丽自始至终都只把她当成自己的妹妹。也就是从这件事开始，小花的内心逐渐变得扭曲，她迷上了偷窃，无论是同学的钱包还是老师的贵重饰品，都被她无一例外地收入囊中。而她这么做的原因，就是为了抢走别人的心爱之物。在小丽生日宴的当晚，她提前躲在了哥哥和嫂子的床底下，正好小丽中途来上洗手间，无意中让那不能让人消失的手机从包包中露了出来。这一幕都被小花看在眼里，她鬼使神差般的拿起了这部造型独特的手机，正感到有些好奇，却发现小丽已经从洗手间出来了，于是想都没想就直接塞进了自己的口袋。回到房间后，她拿出手机继续研究起来，发现机身背部有一颗硕大无比的摄像头，而屏幕上则有2个含义不明的神秘图标。此时的她还不知道这部手机的真正魔力，她随手点开屏幕上的图标，发现相册里有很多曾经拍过的人像，而且无一例外都看不清他们的脸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她把手机的镜头对准了自己，刚准备来一张自拍，却发现拍照键根本按不下去。难道这只是一部坏的手机吗？她换个方向重新尝试了一下，依旧没有任何反应。就在她有些疑惑之时，家里养的喵星人从窗户里翻了进来。聪明的她马上想到可以拍一下阿喵试试，而随着快门键被按下，匪夷所思的一幕发生了。可怜的喵星人就这样离开了现实世界，女孩也被吓呆了。可随后她就反应过来，自己偷到的竟是一部能够删除别人的超级神器。她来到走廊上，看到小丽正在焦急地发着信息，爱而不得的愤怒瞬间击溃了她的理智，于是举起手机，对着自己的嫂子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快门键。第二天，她若无其事地来到学校，却发现自己的床位被人翻得乱七八糟。顿感不妙的她马上来到了更衣室，果然看到一群不良同学已经打开了自己的衣柜，而且从中找到了自己偷窃而来的所有物品。这下证据确凿，在场的同学纷纷对他进行指责。理亏的小花只好赶紧逃到了厕所，没想到班委却带着那些被偷过的同学找了过来，他们堵在门口大声辱骂。小花气愤之下直接和对方爆发了冲突，可双拳难敌4手，她很快就被众人控制住了。
接着就是一顿拳脚相加，在互相拉扯中，小花身上的手机被班委夺去。为了给他一个教训，班委表示要用这部手机给他拍照，然后发到班级群里让他彻底社死。小花见状差点被吓尿，她清楚的知道自己如果被拍肯定会消失，于是马上服软，班委这才作罢，最终带着一群小太妹趾高气扬的离开了。临走前还用布条把厕所门锁住，无论小花怎么呼喊，他们都不为所动。没办法，小花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就这样被关了整整1个下午，直到保洁大爷开门，她才自由。蓬头垢面的小花来到操场，发现同学们果然都对她指指点点，她一言不发，报复的怒火已在心中熊熊燃烧。于是趁班委落单时，小花找到了他，要求对方把手机还给自己。而班委显然也不知道小花的真正打算，他随手将手机丢进了有水的铁桶里。小花连忙捞了出来，试了一下，发现还能用，于是二话不说叫住了想要离开的班委。小花一怒之下删除掉欺负自己的班委后，内心萌生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，那就是一次性让所有的同学和老师都消失。她来到礼堂，将镜头对准了正在认真听讲的同学们，接下来只需要轻轻一按，那么这些花季少年都将迎来毁灭的命运。可在关键时刻，一个男生突然出现，打断了他的操作。我เห็นหมดแล้วนะเว้ยว่าแกทำอย่างไรใช่ 男生名叫阿杰，他一直暗恋着女孩小花，虽然明白自己的女神是出于报复才犯下大错，但也不忍心看到更多无辜的同学受到牵连，于是不断劝说小花放下仇恨，并保证自己不会将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。不过为了防止小花继续做出不理智的举动，他希望能够暂时保管这部手机。虽然有些犹豫，但小花最终还是被成功说服，手机就这样流转到了阿杰的手上。而冷静下来的小花也开始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为了弥补，于是她将自己偷来的贵重物品悄悄还了回去，希望以此求得内心的安宁。只可惜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暗中标好了价格。警方不久后就来到学校，对班委的失踪展开调查，这让小花感到非常不安。而且就在当天傍晚，她突然收到了一条神秘短信，对方声称已经掌握了小花犯罪的所有证据。她瞬间被吓得冷汗直冒，第一反应就是阿杰出卖了自己。可在接下来的沟通中，对方却告诉她，如果不想让事情曝光，那就带上那部手机去学校后面的废楼交易。此时的小花早已六神无主，毕竟她也只是个120斤的孩子。于是按照神秘人的指示，他独自一人来到交易地点，询问神秘人到底是何许人也。神秘人没有回答，只是不断追问手机在哪里，接着便举起了手中的枪。你ก็บอกว่าไม่มีไง你看你这显然不是神秘人想要的那部手机，感觉受到愚弄的他勃然大怒，提起小花的衣领就将她摔了出去，紧接着把枪口对准了她的额头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阿杰拿着手机及时赶到，神秘人显然也知道这部手机的功能，他将小花视为人质，如果阿杰敢拍照，那么两个人就会一起消失。虽然镜头早已锁定了神秘人的头像，但阿杰却始终不敢按下快门键，无奈之下他只好缓缓将手机递了过去，而小花则瞅准机会挣脱了牵制。阿杰还想凑上去拍照，没想到神秘人突然暴起，力量上的差距让阿杰很快败下阵来，手机最终被神秘人成功捡到。这下他们彻底失去了战斗的资本，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狼狈逃命。可哪怕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却始终没能摆脱神秘人的追击。幸好楼道里废弃物较多，这才没有直接被手机拍摄到。只不过这场猫和老鼠的游戏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小花一个不慎扑倒在地，神秘人紧随其后将手机对准了他。哪怕阿杰拼死反抗，但始终不是神秘人的对手，最后被连续几拳打下了楼梯。小花见状想要扶起阿杰，可还没走几步，神秘人便瞅准时机按下了快门。就这样，小花被吸进了未知空间。当闪光灯熄灭，现场已经找不到小花的一点点痕迹。阿杰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他很想逃跑，但无奈腿已经摔断。眼看神秘人继续朝自己逼近，他也只能强忍剧痛朝楼下挪去，可随即就重重摔倒在地。好在危急时刻老王赶到了现场，神秘人为了避免暴露身份，最终选择了退去。惊魂未定的两人这才捡回了一条命。原来自从小丽神秘失踪后，老王就一直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调查。在小丽的社交媒体中，他成功发现了女友和小花的生活照，而在一条相关的新闻链接上，他又看到了一位神秘失踪的女孩，而且这个女孩的班级合照里正好也有小花的身影。据此，老王基本断定这个小花就是主导这一切的罪魁祸首。他连忙驱车来到小花就读的学校，没想到正好遇到神秘人在追杀他们，于是阴差阳错的救下了阿杰。可就在两人返回学校时，让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，此前已被小花永久删除的班委竟然再次出现在了众人眼前。此时距离小花被删除仅仅才过去了5分钟，真有这样巧合的事吗？又或者说，当原本的拍摄者被删除后，那么被拍摄者就会重新出现？老王和阿杰感觉隐约抓住了事情的关键。如果按照这个分析，那么被小花删除的小丽是不是也已经回到现实世界了呢？可当老王再次给小丽拨去电话时，对方依然是无人接听的状态。难道他们的分析错了吗？来到医院后，阿杰向老王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，那就是小花曾经告诉他，
自己并没有删除嫂子小丽。虽然他心里确实那么想过，但在弄清楚手机的功能后，小丽就已经失踪了。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呢？据阿杰回忆，当时几人正在搏斗时，神秘人耳朵里曾经掉下来一个助听器，这无疑给了老王当头一棒。他瞬间联想到自己当初接受审问时，曾亲眼目睹警长老黄取下耳中的助听器，至此一切的谜底都解开了。原来戴着面罩的神秘人就是那个一直负责调查失踪案的老黄。与此同时，小丽的丈夫阿图也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，里面是一个女人哭泣的声音。ดูช่วยด้วยลิลลี่ค่ะลิลลี่ดูได้ยินไหมลิลลี่คุณอยู่ไหนอะเราถูกจับมา原来在生日宴那天晚上，小丽趁阿图熟睡后悄悄溜了出去。此时的她一心想着要和老王见面，然而直到上路才发现，那不能把人拍消失的手机竟然不见了。就在她感到有些慌乱之时，一辆警车追了上来，小丽无奈只好停车接受检查。可打开车窗后，警察直接一拳将她打晕了过去，接着就把她掳走了。等小丽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已经被带到了一个陌生的房间。警长老黄和他的妻子正面色不善地看着自己，他们的要求很明确，让小丽交出那不能让人消失的手机。只可惜此时手机已经被小花偷走，小丽想拿也拿不出来。气急败坏的老黄直接一枪打中他的脚，幸好妻子及时相劝小丽，这才保住了性命，但也彻底沦为了阶下囚。此后的日子里，她从电视上看到丈夫阿图在不断寻找着自己，但同时也看到了绑架自己的人竟堂而皇之地接受着媒体的采访。看来只有想办法从这里逃出去，才能将老黄的罪恶公之于众。整整2周之后，小丽终于等来了机会，她假装晕倒，成功吸引了老黄妻子的注意，然后突然抱起，从背后控制住了对方。就这样费了9牛2虎之力，小丽终于一瘸一拐地逃了出去。她来到附近的一家超市，在一位热心员工的帮助下，终于拨通了丈夫阿图的电话。在得知小丽的具体位置后，阿图也马不停蹄地打了过去，只可惜终究来晚了一步。等他来到超市时，只看到了让人绝望的一幕。随着闪光灯的光芒闪过，小丽被那部神秘的手机删除了。而在她消失的瞬间，影片一开始的超市女孩阿雅也回到了这个世界。而此刻阿图正在试图拦截老黄，可怎料他终究还不是对手。老黄最终找到了消失许久的女儿，不过他已经来不及向女儿解释是如何回来的。在阿图追上前，立即开车逃走，并在途中利用岔道将阿图甩开。回到家后，阿雅这才得知是父亲删了另外一个人，所以自己才能回到这个世界。可怎料阿雅却表示自己并不想回来，这可把老黄气坏了，直接给了女儿一个耳光。就因为阿雅的任性，两人为了把她救回来，逼不得已做了很多事。之后老黄拿出枪，他明白被删除女友的阿图肯定会找上门来，于是来到门口花园守株待兔。不料阿图利用外面的椅子调虎离山，等老黄回到家，他已经控制了妻女。就在他准备将手机交给阿图时，不料阿图直接开枪打中了老黄的肩膀。之后阿图循着血迹追了出去，两人在树林里玩起了躲猫猫，一个手里有枪，一个有能把人删除的手机，谁被对方找到就是死路一条。最终阿图还是被老黄抓到推倒在地，老黄正准备将他删除时，好在阿图扔出树枝，这才逃过一劫。最终阿图也是反败为胜，直到打到老黄没有还手之力，之后质问他为什么要删除小丽。最终老黄说出了实情，原来是小丽先删除他女儿的，而为了女儿能回来，他只能将小丽删除。阿图听完立即去草丛寻找手机，然而他却没发现身后的老黄悄悄站起身来。这时老王出现，将对方扑倒在地，而为了救回女友，阿图毫不犹豫地把老黄给删除了，但他却纠结要不要也删掉老王，可毕竟是老王刚救下了他。最后阿图把一切告诉了老王，让他去小丽消失的超市救他，自己则返回老黄的家里处理对方妻女。阿雅母亲被当场删除，但却给女儿赢得了逃跑的机会。而老王把小丽救上车后，对方却表示要和她结束一切，因为当时她告诉丈夫自己怀了别人的孩子后，丈夫非但生气，还劝她把孩子生下，还说会对孩子视如己出。所以那天小丽感动的没有删除丈夫。此时阿图驾车来到超市门口，两个男人也等着小丽做出选择。最终回心转意的小丽选择了丈夫阿图，认定他才是陪伴自己终身的人。回家后，小丽和阿图开始布置孩子的房间，两人本可恩爱的度过余生，可坏就坏在小丽说了一句话：มือถือเครื่องนั้นยังอยู่กับคุณใช่ไหมเราขอนะ。小丽从阿图那拿到了手机后，才知道对方把老黄两夫妇也都给删除了。但阿图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能回来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小丽则不希望有人再用这害人的手机了，打算到河边把手机沉入水底。可在翻看相册时候，发现里面还有小恩的照片。当初老王为了他把对方给删除了，考虑再三，小丽做出一个决定，她拿着手机找到老王，说有办法让他和小恩重聚，那就是把你删除救回小恩，然后再让小恩把我删除，这样你们就能在一起了。他的话让老王更是心痛，当初自己花了多大勇气才做出这样的决定。小丽则表示生完孩子再把我删除吧。回到家，老王不由得产生愧疚。小恩当初回家后让他看一本书，但当时老王没有理会他。
现在却发现里面有张小恩拍摄的照片，背后还有一段自己求婚的话以及承诺的婚戒。然而老王自己却背叛了诺言。之后他到医院探望小恩的母亲，母亲却甚至坚信女儿很快就会回来。老王这才意识到自己简直禽兽不如，于是回家后就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发布在了网上，他要为所有的罪过付出代价。接着他拨通了阿图的电话，请他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上删除。阿图也拿着手机完成了老王的心愿。另一边小丽看到了老王的朋友圈，立即意识到不对，赶往了他的家中，没看到老王，却发现小恩回来了。他立即意识到了老王被删除了，然后急冲冲就要找阿图询问，小恩则一脸懵圈站在那里。这时他想起自己在卧室也放了个摄像头，在读取里面的内容后，看到了老王用手机将自己删除的一幕，小恩忍不住捂嘴痛哭起来。小丽回到农场后四处寻找阿图，最终阿图露出了真面目，原来丈夫阿图实际是个变态，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演戏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快乐报复女人。最终他把小丽也删除了。就这样，所有心怀不轨的人都遭受了应有惩罚，哪怕他们悔过自新都没用，而好人们则平安无恙的回来了。阿图则成为了最终的赢家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一定不要觉得老实人好欺负，不然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。喜欢视频请点赞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。